谢谢，谢谢大伙儿给我一个人的掌声哎，这怎么说话呢？啊！俩人表演。再拍就是给你拍的了。哦，谢谢谢谢。以后别动啊，就这样啊，跟他们说。他们老支起来这么着。音响师以前在部队干过，弄大炮弄惯了。其实这样是最合适的，不挡脸，听得见。你看照相也方便啊。记着啊，记着啊，就这一次啊。这个跟吕老师一块儿合作呢。不是，于啊，于姓于。我这个嘴是有毛病哈。对了，于老师，哎，您别老都会写，左边一个马，右边一个户。还是驴呀？驴啊鱼啊，当然是鱼呀。于老师，对，走到街上都喊嘛。啊，于老师，叫也有叫不上名字的啊。换手脸。于，他就站住了就。啊，我还真听话。好人，在全后台来说这份儿的。客气。说句良心话，我得念人家的好处。哪儿的话？一起合作有5、6年了吧？对。如果说郭德纲有这么一丁点成绩的话，那么完全得力于我自己。不是，以后要不说我就别往我这么一比划，知道吗？我没说完呢。您说，单丝不成线，孤木不成林。浑身是铁，打几根钉子。这话没有人家的帮助，到得了今天吗？嘿嘿。所以我今天借这个场合，我感谢一下我的太太。不是，这里头到底有我没有啊？这里有你，有我说我呀？没你我早就红了。哎，嗨，我这搅和来了是吗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逗，好人一个。说句良心话，人很善良。台上台下，我觉得都是这份儿的。您又过奖了啊！好多朋友都知道，前一段时间，于老师做了一个小手术，住院了。北京晚报也登这个消息，都知道哈，这都点头来。咽炎，对，是咽炎。咽炎来说，可能你要干别的行业就差着无所谓，但是他这必须得做这个手术，正好是嗓子啊，在这个协和医院那儿做的咽炎，也不叫事儿啊。当初还有谁得这病来着？就是这个李莲英，咽完了之后发炎。什么呀？这都是。就是。你先等会儿。没注意个人卫生啊！别说了，来点高锰酸钾。哪儿啊？别说了。李莲英那手术跟我这不是一地方，知道吗？对，他是作坊，你是协和嘛？嗨，我没说做手术去那地方啊。我就说这意思，我们很着急，那会儿特别担心，是怕手术失败，都跟医院那儿等着，全麻呀，全麻。关心我啊，从手术室推出来，那会儿还不知道，没醒过来呢。都跟病房里等着看，一会儿终于苏醒过来了吧？清醒过来，哎，看看我们大家挺高兴，都放心，没事儿。哎，我什么手势这是？还是做的是那手术？很秀气嘛，是吧？我这大男人，我秀气什么呀？没有气无力嘛，那会儿是吧？所以说这次能再跟于总管合作呢？什么名儿？您这没有，别加这头衔，知道吗？于老师。于老师，于谦啊，于谦一起合作呢，我们很高兴。相声其实是最简单的艺术形式，但也是最复杂的。这怎么说呢？有嘴就能说，就是说这样说去吧。但是你要没琢磨透，还真不行。还得到节骨眼上差一个字儿，观众都不乐。少一个字儿，观众也不乐。就这么较真儿。您想这个道理，您去看京剧去了，花钱买票，你觉得值？他那你来不了，对，哪怕打旗儿那哥4个龙套，他也学了7年呐，也是做科呀。对呀，你看芭蕾舞，你得琢磨，这几百块钱花的值。这个你垫着脚尖来5分钟，能哭了，这是功夫。你看武术表演，大刀嘡嘡嘡，你一琢磨，这钱花的值，我来不了，也不行。唯独相声，你也会说话，你非花钱听我说话，你这玩意儿高科技，你知道吗？是。啊，很神奇，很神奇，这有心理学的东西，并不是多简单。
有的时候那个家长领孩子来吧，让他跟您学相声吧，这孩子可品质了，碎嘴子，嗨，两回事儿。10000个孩子学相声，最后说落下3、5个，那就算很了不起了。成才率极低，不好学啊。现在来说，相声其实不是很景气。中国相声现在是国破山河在，就落这么一个评语。我们这也是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。是，单凭我们一己之力救不了相声，那是需要全世界说相声的团结起来，才能够振兴。对，有人说，你看电视也经常搞大奖赛。这说良心话，我个人不是很赞成比赛。您不喜欢？尤其艺术类根本就比不出来公平。怎么？倒不是说有人作弊。首先说这跟体育是两回事。你举800斤，我也举800斤，我一举不起来了，你举起来，那就是你赢了。对，你相声怎么分好坏？我说一卖布头，是吧？你那说一学4项，这两者之间怎么分好坏？没有可比性，谁高谁低呀？对不对？白事会跟学山东话这两者之间怎么分好坏？你要说以观众来分，站起6位来，我就爱听这个，我就不爱听那个。还有8个人站起来，我就爱听那个，不爱听这个，没法分。这里边艺术没有完全的公平。对，所以说比赛，尤其现在的相声大赛，就捣乱，来4个说相声，这里边还有一修脚的，你啊，这跟人起没法比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吧？分不出高低上下，那都捣乱。无非是一个游戏而已。这就跟咱们音乐似的，2胡大赛，人这儿都跟这儿拉着啊，春江花月夜。下一个选手上来，他这么拿着，你谁好谁坏？嗨，木匠没法弄啊。所以说，艺术是难分伯仲高低的。这很难。但是说熬到于老师这样，就叫不容易了。你又提我说相声的分3、6、9等。有那个一场挣10几万的。谁呀？咱俩。嗨，这，您别自己说自己了。也有那个1年就演6天，初1到初6的。是啊，有那样的。谁呀？也是咱俩原来。哎呀，全是咱俩。这初1到初6庙会干6天，站在街上给人说去，1天给100块钱，6天600，刨去车钱，6天能剩个50来块钱吧？啊，这太少了。咱住的远主要是。啊。唱歌的也是3、6、9等，那个歌星大腕儿演一场300、500万的也有，是吧？人家说句话说俩字儿，人家花3万，俩字儿花3万。你看歌星他挣得多，花的也多啊。说什么了？啊，救命！掉河里，救命！救上来，得谢你3万。哎呀，嗨，有这样的，这么花这钱的啊，也有那个唱歌不挣钱的，有那个，你比如说过去农村哪儿死人了，给人唱白事去，是也有啊。在白事上唱，小文工团唱歌演员多不容易，啊，那儿停着死人，他去了，1天给多少钱呢？站在棺材那儿，一段一段唱，早晨6点开始唱到夜里12点半，把死人都唱起来了啊！一把抢过话筒来，太气人了。高低贵贱它不一样，但是行行出状元，这是肯定的。那倒是，好多人说，哎呀，羡慕这谁做生意的，房地产那也有不挣钱的。也有跳楼的，你看那要饭的家里也有趁大奔的，事在人为，对，是不是？都靠自己，对不对？你他们家来说，我认为个个都这份的，都好，精英大荟萃，呵，您太棒了不得。家里这些个人啊，包括这个他姥爷，他爷爷，反正我啊，别有你，我又想起来一个人，那您说那人呢？您提你说说完我就忘了后边的了。嗨，纯属占便宜嘛，这个啊，你那就没意思了，没意思。哥俩关系好，我占这便宜，假的。就算说郭德纲是你爸爸，我有什么可美的？这人心脏，你还别喊我，拉倒了，咱俩。废话，压根儿也不是。你以后你也别喊我，这不结了吗？什么时候喊过您呢？我说的是这个事儿，我夸他。您说事儿啊？老于家都是高人，怎么个高法？甭管是你父亲这边的，还是你母亲这边的亲戚啊，还是你爸爸这边的亲戚啊，这都仨人啊，这是，这不2口子呀？这是小3口吗？怎么会小3口啊？是几口啊？2口啊，2口，对，2口，7口吧？你们家？我头一口我先算，
不，我会那个，我会那个，会管什么呀？他们都我教的这个。说这个吧，啊，两口人，不管是你父亲这边的还是你母亲这边，于家这边当然大家比较了解，因为咱们经常介绍，电视台采访也采访他们老爷子是欧阳青松先生。什么名？怎么还弄出一复姓来？这我就喜欢这复姓。这你喜欢不成？不知道搁谁身上合适。我这儿别介也得姓于啊。还有你姥爷这边的亲戚们，这几个舅舅，哎呀，高这份儿。大舅了得嘛，是啊，为人很和善，最会过日子。你要说指着大舅胡糟没有，那细致啊。你原来是有钱的人家，花钱就不在乎。来财如长江流水，去财似风卷残云。不在乎啊，有钱人糟，人家家没有，不糟。而大舅勤俭持家，他这个行业也很好，他是捡行的。怎么叫捡行？就是出去捡东西。捡东西。但是你说废品易拉罐不要啊？那要是捡钱包，专捡钱包啊，捡钱包，不带包，光是钱也捡，戒指、手表、翡翠的这都要啊，都捡。哪有这么些这个？就捡去吧，想法捡去吧，是吧？有的时候打人手上捡的有的时候就打人包里捡的，不是就偷吗？这个就别瞎说，别瞎说。你也就是没说出这字儿来呀。勤俭，还勤俭，一会儿都不闲着，不闲着啊！老于就门风，走道不捡东西就算丢。什么家规呢？知道吗？那回公共汽车上，瞧见一个人这儿口袋敞着，这儿一沓钱，就想赶紧掉吧，掉了我好捡啊！是想掉的吗？快点掉啊！不掉，他这个人工作狂，好词儿都用我们家了。大舅工作还不掉啊？你这个玩意儿掉地都脏了，环保是很主要的。我上兜里捡去吧。进兜了，人家看见了，唰逮住了，啪打100多大嘴巴，好嘛，就跟不要钱似的啊！哎呀，你就得那个横，来，嗨，就这么让人打，有什么可横的呀？打！哎呀，真厉害，哗哗流血。是啊，哗哗流血，他就为了出血好吓唬人家，你知道吗？这吓唬谁去？最后真急了，你大舅掏出刀来给人家，噗，扎死了，扎了一刀，那种也太脆了，就死了。这是什么叫死了之后呢？公安机关把你大舅弄走了，经过审查，最后判了一个死刑，按揭7年。死刑还有按揭呀？当时不必，过些日再说。那叫缓刑，不叫按揭，不叫按揭。我记得买房说按揭，说的是呢。大舅了不起的人物，英雄啊，佩服这个这算烈士吗？这算烈士？不算啊，这不算啊。您太青红不分了这是大舅，二舅也很了不起。二舅继承他哥哥遗志，干嘛？走到街上爱做好事儿。做什么好事？二舅是最诙谐最聪明，是好开玩笑，逮谁跟谁斗上街走遛弯去，冬天书记隆冬，大雪纷飞，这儿走前面有一人戴一顶海龙的帽子，高级。嘿呀，这个扔着卖20万跟玩儿似的，是戴的很好。你二舅看见这个，你说这天气这样，他戴这帽子，这是吧？多那个呀，多哪个呀？你看这玩意儿我来吧，找一根绳子，跟这儿弄下来，这儿系一扣，系一活扣，绳子跟这儿下来，系一活扣，走过去一伸手就拿，拿完之后就扣自己脑袋上了。前面一动，哎呀，一回头，他先说丢了吧？嗨，你看我系着个带儿。嘿。这心眼全搁在这儿了，这诙谐聪明，好开玩笑，他用的正地方好不好？好，后来判了17年。哎呀嗨，这再聪明也让人判了。那也不如你三舅。我三舅更了不起了。三舅特别可爱。是啊，机智勇敢，了不起。那么好，上街玩去上街走，一瞧前面这种，穿一双大皮靴子。哎呀，不知什么皮的，一瞧这鞋，反正外行看也值个4、5千块钱，也挺贵。大皮靴子，咔，三舅乐了，好啊，看别人的都好，这太好，这我得着吧。他来，我穿上它美化市容对吧？老百姓看着我多痛快是吧？
过去了，人这主上面也戴着个帽子，哦，一伸手抓过帽子来，啪就给扔房上去了。扔帽子了。人一回头，哎，你干嘛？哎呦，啊，我认错人了，认错人了。我以为你是我那哥们儿了。你这是闹的，对不起，没事，这房不高，你蹲下，我踩着你肩膀，我给你够去啊！他够去。人一听啊，我帽子上房，你还踩着我，你蹲下，我踩着你，哦，那也行，蹲下了。这时候一抬脚踩肩膀，嚯！早干嘛呀？好家伙，您抬脚看看，这大皮靴子，脚底那钉子40来个，嚯！这我哪受得了啊？你把靴子脱了，脱了。你光着脚踩我啊！这真听话，好脱，蹲下吧，这儿蹲下了，踩着肩膀扶着墙，起，再起来，快，再来点，再上，走，站直了，到什么位置呢？这俩胳膊肘刚挂到房檐上，还没够着，他底下吞了，这靴子归我，跑了。谁出的损主意？这都是。判了是14年呐，也让人逮着了。是多少年吧？就别想了，这哥仨正好一块儿到里边去孝敬你姥爷啊，全在里头呢，合着。这仨你姥爷教出来的吗？好嘛，你姥爷教出来吗？当然是说，在他们家门口就那趟胡同，这高人有的是，还全是这人，都是那趟街都住这高人。有认识的，北京那边，那个叫东城那边叫哪儿？偷儿胡同。偷胡同啊，偷儿胡同，老就是小偷，老胡同了啊！门口胡同口那儿有一个摊煎饼的，煎饼果子跟那儿摊啊，净这事儿可乐之极啊！什么事儿？哎，早上起来吃早点，胡同里边出了一位，有这么40来岁吧，一个中年妇女，摊一套煎饼，摊一套拿过来啊，托在手上，多少钱？2块，我给你拿钱啊！哎，钱在这口袋，你说倒过来没有？就非跟这，我给你拿钱啊！非拿这手也掏不出来了啊！这后边又过一中年妇女，一把把这煎饼抢走了，哇，跑了！你看，再摊一套，讨厌啊！我也不认识你啊！再摊一套啊！又摊一套，拿钱啊！哎，又拿走了，哼，不长记性。这中年妇女又过来，又拿着跑了，还讨厌！再摊2套，又摊2套啊！等着拿钱啊！这又过来，咵抓走了跑了！你怎么能这样呢啊？好几套都拿走，我绝不能饶你啊！是，腾后边追啊！摊煎饼这还乐呢，你看不小心吧？这俩中年妇，这还没给钱呢，这个！哎呀，他走了，胡同又出一中年妇女，这车归我了啊！蒙车的这是。这3位中年妇女也不是外人，都谁呀？你的3位舅妈。哎呀呵，您瞧他们这一家子呀，你得吃饭呐，那几口人都逮起来了。对了，找辙去。这里边说起来最高尚的，就得说是我们家呀，又是你，我怎么了？你别客气啊，我跟谁客气？于老师也干过检行，您别提这检行了，成不成？我就说了，于老师也偷过，怎么着吧？那您说说怎么意思？不是偷，他偷的不是金银财宝，偷的也不是别人的物品，也不是什么这些个很值钱的东西。那还有什么可偷的？偷的是人啊！我这还狠呢，我偷的别人的妻子。您还说的真清楚。你看，就是这个李菁啊，他这个我们哥俩可不错。对，不，那说徐德亮。您有谱没谱？反正我听他们念叨，我不知这是真假的。您说说李老师、徐老师这偷过人，怎么偷过人？偷谁了？人家丈夫出去了，媳妇儿在家，于老师去跟人一块做卫生什么的，还给人干活。对，当然他事后他心里也觉着不合适。我给人干活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起歹心了你你这点很随你师傅我师傅，我师傅不这样。那你很随我师傅。这嗨。应该你随你师傅。说秃噜了就曾经于老师有过一点点的这个不轨行为，人嘛很正常，食色性也，这不算事儿而且回家之后自己也觉着亏心，媳妇儿对他很好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呢？想了又想，激烈的斗争，跟媳妇儿说吧。当然他说很难受跟你说点事儿，人难免犯错误，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，但说了可以改。
不能一辈子不承认，知道吗？这玩意儿窝在心里也不是事儿啊，尤其是男女关系问题，说出来就不算对不起对方啊。你听懂我的话了吗？媳妇儿点点头，是，我是有外遇，怎么着？啊，给我媳妇儿勾出来了。我是为了你，知道吗？怎么为我有外遇，为了你。怎么回事？再一个，这么些年来就3回有外遇。3回。第一回，您说想当初曲艺团打算开除你不要了，人家正副俩团长都不同意。我出面做的工作同意了，这算一次，对吗？俩团长算一次，怎么算的？您这那谁知道的是吧？这第一次，第二次啊，你们团个人承包，你想当副团长，全团有这么40多演员不同意。我的妈呀！我出面了，结果人都同意了，这是第2次。好张口。第3次，你想当中国曲协主席，你现在当上了。哎呀，你才当上了。来就来吧，还花钱啊！送的菊花呀，这是。还真是。正月15，哎，元宵佳节，对，过节了，吃元宵的日子哈。有白糖的，红糖馅儿的，巧克力的，什么都有，豆沙的，是，韭菜鸡蛋的包饺子呢，鱼香肉丝的今天是开箱，对，就是一个相声团体这一年来的头一场演出，对，第一次，最后一场叫封箱，是开年之后这是开箱，这2个大喜事儿，也谢谢这么些朋友来支持我们，鼓励我们，捧我们场，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，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谢谢各位了，谢谢大家。都坐满了，是压压叉叉，满了，最后一排我都看不见你们，这太远了，得有1站地嗨，也没有那么远，坐在哪儿我都特别感激各位，是吧？尤其最后一排的，是没有钱买头来的吗？嗨，这叫什么话呀？说相声是我最爱干的事情，因为我也没有别的能力了，就会这个，就会说相声了。好多说相声一上台就是谢谢您欣赏我们，这是个语言的艺术。是啊，什么叫艺术？这还能解释吗？艺是艺术是术。分2种，艺是演员的能耐，术是把能耐卖出去。有艺无术不行，有术无艺也不成立。得合在一块儿才行。光有艺没有术那叫诈骗。光有术没有艺那是商贩。这生意人，非得合在一起才叫艺术。怎么把相声说好？您说4个字儿叫雅俗共赏。这4个字我们经常说呀，雅要雅的那么俗，俗要俗的那么雅，这还是个辩证的关系。太雅了不行，太雅了怎么不行啊？我举一个小例子，可以。哎呀，我跟于老师是朋友。咱们说咱们俩的关系，同窗曰朋，同志曰友。朋包括友，友不包括朋。是什么叫朋友？一跪一见，交情乃现；一死一生，乃见交情。穿房过屋，妻子不避。哟，这是朋友。这是怎么个意思？这是谁听也得说，呵，这太雅了。听不懂啊这个。但是观众就会纳闷以后就没人买票看你了。这没人明白呀。听你说话累得很。没错，听相声比种地还辛苦。嗨，也没有这么比的。所以说这么说话太雅。不能这样。是老听这受不了。太俗也不行。太俗怎么就不行了呢？我跟于老师是朋友。您再比喻一下。由于我们2个是朋友，怎么样？所以我们是朋友是怎么？所以于老师吃屎，我会觉得很厉害。那就是很厉害。如果我们2个不是朋友，那怎么办呢？于老师吃屎也挺厉害。这嗨，这本身就是厉害。这个反正只要你吃屎，我就觉得你很厉害。
别的了，你别觉得我厉害了。这倒是俗啊，是但是您听完之后一定会撇嘴，不好。不好，对了，怎么办呢？雅俗共赏，这得混合一下，那当然这是个能耐啊，是吧？我们还在努力当中。一晃啊，在这行干了快半辈子，是特别感慨。怎么？谦儿哥这都快50的人了，真的49了吗？49了，你绝想不到。9年前他是一个40岁的人。对，这不是废话吗？你折腾我岁数干嘛？一晃，哎，真快，49啊。这是一个年近半百的老人。哎呦，以前还真是这样。你看这肯定是吧？土都埋到眉毛了，那就埋死了，这就你就玩命睁眼就行。这嗨，就喘不上气儿来，管什么用啊？一晃都这岁数了。哎呦，我们有时候在后台看看孩子们都这么大啊，慢说徒弟们，我家里边看我儿子是郭麒麟20来岁大小伙子满处跑了，真是都自立了。这春节就看见他一天，他剩下的呢？他这儿拍戏那儿演出做节目的比我还忙，真是这样。那年头在这后台玩的时候，满地跑一小胖子，对，一眨眼20几岁了，多快呀！印象特别深。那年我跟谦儿哥在这儿演出，郭麒麟跟于老师的儿子啊，郭小宝，对，你先等，还郭小宝呢？您这不像话。叫什么？就我儿子姓于。列位看出来了吗？啊，就咱这为人，怎么做好事不留名？你这叫好事儿啊？这叫我留个信儿得了。哎，对，没有留姓的，有个记号啊，不用。跟他因为他当初刚生这儿子的时候，我就特别兴奋，演出我就跑到那儿去，我说给孩子起个姓儿吧，啊，起个姓儿，用你这个叫于小宝，于小宝，哎，姓于，就是现在都大了啊，那会儿俩孩子是不是在上场门后边那儿？是，这么大小孩俩小孩一块玩，那年下来我还骂他们俩，哟，因为什么骂他们？小孩懂什么事儿？俩人跟这儿吵架玩，我站这儿听得吱吱的。那么大声啊！有一年吧，你可能都忘了，吵什么呀？我们俩跟台上说相声，这俩就在上场门那儿。你错了，你错了，打赌！哎呦，什么就打赌？谁要输了死爸爸！他把我们给豁出去了，您这我一身冷汗啊！你看看，下后台我就问他们俩，说他们有没有说死亲爸爸？嗨，这没有您这样的，咬人嚼字儿，一晃都这么大了。你也别说郭麒麟，我小儿子都3岁多了，你瞧瞧，满地乱跑，可爱之极，非常好。教他说话，跟大人说话要说您啊，哦，这是敬语啊，还不许撒谎，知道吗？这对，撒谎长长鼻子，这是个外国的童话故事，匹诺曹吗？对，木偶匹诺曹啊，大长鼻子，说谎了，一说谎鼻子就长，对，说完真信，小孩儿嘛，是吗？那当然了。还真大长鼻子撒谎啊！哎呦，说完这个，带他上动物园看见大象，他这头骂街，怎么着骂大象啊？不要脸呐！啊，撒谎啦！大象撒谎了，我爸爸说了，你撒谎了。哎，爸爸告诉我，给他骗了，可爱啊，挺好。是，孩子们大了，咱们也就老了，还真是这样啊。我认识谦儿哥那会儿，那个嫩的。一掐一兜水，嗨，没有那么的，真的啊！现在掐他手脖子都崴了。哎呵，这脸皮太厚了，真的。当年我进北京，我16岁进北京，列位，16岁进北京，我就认识谦儿哥。我们认识的早，好，我都惊着了。怎么？那个年头，我们10几岁的时候，你说谁家有钱呢？那时候都一样，但是他不一样。怎么？哟，这大哥真是有钱。怎么瞧着有钱？戴大戒指，好家伙，祖父绿的啊，祖父绿的，那叫祖母绿的，那一回事儿啊，不是一回事儿，不是一回事儿。祖母绿的祖父对吗？啊，祖母让祖父绿的，你这是没听说过呢。那叫祖母鹿啊，那石头，就这么褶着说好听一点，没听说过。那字念鹿，祖母鹿，大戒指，这儿脖子上还戴着一块，也是翠啊。好家伙，绿的都瘆得，那有什么可瘆的慌？那个水头都荡漾，
翡翠的水头还能荡漾？仔细一看呢，什么呀？风油精。哎嗨，我说怎么荡漾了呢？啊，行，我倒不招蚊子戴这个。行，别抹了。弄个绳挂脖子上，呵，看着，哎呀，厉害呀！厉害什么呀？什么时候能熬成于谦呢？这还怕什么呢？有什么呢？飘在北京没有固定的收入，哦，没有工资。人家那会儿在专业团体啊，对，我就挣工资了，一个月挣800，那时候还行。好，还了不得了。哦，一个月挣800钱工资，800块钱。后来咱一想，对，人家应该挣800。怎么我就应该挣800呢？有个成语说的好吗？怎么说的？千8百的啊？什么乱七八糟的呢？千800的，就是我应该挣800啊？反正像我这样的一帮小兄弟啊，就围着人家转。哦，就有钱。那个一到哪儿，往这一站，于老师，我就别擦了啊。行，手上也是啊。必须听我的话，是吗？你们就拿我当大哥。哦，顺我者昌，怎么样？逆我者嫖。这行业让我给包了。什么叫逆我？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行，还都怕他呀？是吗？怕他呀。你要不听他的，他诅咒你啊。怎么诅咒啊？组织人揍你啊。这么讲啊？要不然就步行街。步行街是什么意思？不行就骂街。你都跟谁学的？这一嘴芦灰渣子，就是人家有钱，方方面面都比我们强。那不叫那仨字词儿。那会儿我们都租房住啊，是住北京郊区。什么叫通县？哪儿叫大兴？便宜啊！是，人家那会儿就有自己的房子了啊，我倒有个小房。当然，你让他那会儿说买个什么大别墅，当年他也没有这个实力，哪有买得起？但人家最起码趁一套自己的那个毛坯房啊。我买一黄色录像厅住着呢，是吗？什么叫买一毛坯房啊？没装修的房子，毛坯房那叫毛坯房。您那毛坯房像话吗？北京人不都有儿化音吗？不，这儿不能加儿化音啊。没有啊，毛坯房。反正就觉得哟，谦儿哥真棒，在我们心中神一样的人，是吗？天天跟他一块儿出去吃去啊，跟人一块儿玩去。是带着我们走泡温泉去。哦，泡温泉，咱们就跟着呗，去泡去呗。弄我们一帮人，哇，到那儿了。哦，哟，今儿泡不了了，为什么呀？锅炉坏了。哦，那是温泉吗？那个，这锅炉烧的水吗？那不是水是凉的啊。走，带你们上动物园玩去。哦，逛动物园去。他也没什么正事儿啊，弄我们一帮半大小子，哇，奔动物园了，玩去吧。这儿看那儿看啊，看见大象了。哦，于谦乐了，是不要脸。我爸爸告诉我了，你撒谎了，长鼻子。我亲爸爸说了。您这没意思了，您这哪儿把您儿子事儿搁我身上了？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没有的事儿，天天看他那么花钱，我都看着眼晕。能花多少钱？谦儿哥，我有一句不知进退的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哎呦，那您说，兄弟别说了，别说了。那得让我说。废话，您天天这么花钱，这玩意儿不是事儿，您得干点什么呀？这话是对的。当然我瞎说，您别生气啊。你看，我这也是皇上不急，太上皇急啊，这叫什么话呀？您这还占2辈便宜，您这怎么说？皇上不急，太监急呀！啊，对，反正您想法，您得干点正事儿。是啊，他父亲坐在边上，对，支持你。德刚这话说的太对了，是吧？谦儿，你得干点什么。老爷子也这，你们说的对，终于说出来了。众家弟兄希望你们支持我。好，我爸爸德刚劝我，你先等一会儿，让我干点正事儿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别说连了宗行吗？这个，我爸爸和德刚劝我。我姓郭啊，不是谁说你不姓郭来了啊？我觉得对啊，所以我决定要干点正事儿了。怎么干正事？我要拍电影了。什么一干正事就要拍电影？列位啊，想当年不是每一家私人公司都能拍电影啊。那是中国相声界第一个站出来自己拍戏的就是谦儿哥。我倒是早一早。他说完了，我们也都傻了。是吧？谁想到私人还能拍电影呢？自己就干这事儿，说干就干。我还是行动力很强。第一得先找一本子呀。
一剧之本嘛。没有剧本怎么办呢？对呀，出门就找着一编剧，还真快。这编剧文化水平太高了，什么水平啊？他是这个马小毕业的。他不配是羊肉串啊？马小干嘛呀？麻省理工附属小学，嗨，人那儿有附属小学吗？那儿毕业厉害这桌啊上知天文，下知残疾，嗨，半身不遂呀，这不是啊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哎，没有不明白的。全懂。这编剧早先是一个失业青年，那到后来呢？资深失业者，这孙子就没工作，合着写过很多好剧本呐。都有什么作品呢？头一个有一大的纪录片是他写的，《什么纪录片？舌尖上的足疗》。哎呵，太恶心了！这片子拍出来嘿，啊写的咸丝丝的，是吧？啊，是该洗了那是。哎，啊还写过外国题材的，《外国题材是罗密欧与罗密欧》，俩罗密欧，罗密欧与朱丽叶，罗密欧与伽利略，不是不是跟谁？朱丽叶，与朱丽叶，对罗密欧与朱丽叶，啊，罗密欧与小白菜儿嗯，啊，罗密欧逮谁跟谁，是吧？罗密欧也够浪的，还写过一个历史题材的，叫什么呀？比越王勾践的践还要贱的一个大太监说了声再见。这可能是他的自传，最重要的，手里有一个大型的文艺题材的剧本。哟，文艺题材什么名字呀？这个名字太文艺了。怎么叫？这个电影的名字叫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。嗨，哎呀，这最后这半句太水了，这个把谦儿美坏了。我美什么呀？这个戏就是献给我的吧？啊，谁献给你？哪儿就献给你？我就是个蛆啊！啊，谁说的？我请你吃饭，干嘛呀？请编剧吃饭，吃饭谈剧本。这剧本我要买。哎，俩人坐那吃饭，点一桌菜，嚯，叫花鸡，哎呀，叫花鸭，哦，叫花肉，叫花饭，叫花酒。俩人唱着叫花歌，这俩要饭的，你这全是叫花子的东西。这就都是这个系列的。越说越开心。怎么样？最后编剧说了，这本子送你了，就白给我了，跟你投脾气，拿走，不要钱，保证我这个戏你放心，怎么样？一定会是史上最好的。那意思就是说这事儿成型了，是吧？明白了。回来之后，编剧就把这一坨剧本都拿一坨剧本干嘛？一摞剧本，就这一摞剧本，一摞剧本就是一摞啊，没有那么摞的，没有那么摞的，你就别比划了。谦儿抱着剧本成了啊，有剧本就可以找导演了，就可以拍了吗？这个导演是跨界过来的。哟，他之前是你看好多，这您记住了啊，没有说这种从小学导演，最后就能当导演，没有。大导演90%都是从别的行业过来的，转行。哎，他有了丰富的经验，他才能拍戏。也对，这个导演就是早先是个律师就是吃韭菜吃多了的那种，说这么脏，律师打官司负责给人车喝的那个，什么叫车喝呀？撺掇那个，那叫律师。律师，哎，对，辩护的呢。早先是律师，很厉害呀。是怎么个厉害？多少个案子，这个可能得判3年，那个得5年。哎呦，经过他一出手，怎么样？死刑。哎，哈，给枪毙了是吗？双手沾满了鲜血。这么个律师，哎，后来那行不让他待了，那是得转，这跳出来要当导演。这当行多血腥啊！好嘞，要跟于谦老师好好聊一聊啊，也找我聊。那是啊，因为我后来这导演说，我后来就不接触这个律师的行业。那是他后来有段时间一直做做微商。怎么又改微商了？你看律师不能干了，干点别的，干微商。一个月挣了70万吧。这干的不错，一个月挣70万啊！净卖假货。那买假货卖出70万了也不易。卖假货让人把腿砸折了，保险公司赔70万。哎嗨，这么挣的70万，哎，挣70万。谦儿哥，我请你吃饭。谈谈这个戏，好久没人找我拍戏了。
是吧？谦儿哥跟这导演俩人吃自助餐，也可以啊，一个人35块钱随便吃。那倒省钱，进门一看，都摆满了，都有各种菜、各种鱼，什么都有。呵，哎，俩人商量吃什么，哦，说吃什么，得把这35块钱吃回来。这还算计呢。谦儿乐了啊，吃海鲜呢？对呀，吃海鲜就吃回来了，这贵呀，俩人疯了一样就冲过去吃，玩命。一人吃了20斤海带。哎呵，海鲜里边捡便宜的吃。你想自助餐的伙计都过来问来了啊，两位来之前是不是让人把脑子喝了？哎嗨，我们这儿碰上僵尸了。导演搞定了，哦，这就答应了。接下来得找投资方。对，得有钱呢。还真巧碰见一个，你瞧我真顺，你这玩意儿太有钱了。怎么个有钱呢？这位光古玩店，趁5家儿。我的妈！你要说油盐店、小卖部趁400个也不算什么，是，古玩店趁5个，这可以，连锁的呀。这还连锁？门口挂着大牌匾，写的什么呀？古玩2元店。这嗨，2元能有什么好的古玩？进门给一塑料筐，随便拿。好家伙！出门按金腰。哎呀，这叫古玩呢。哎，还趁一个运输公司啊，这倒行。在北京，在雍和宫的外头有一个运输公司，还市中心呢，这是雍和宫外头运输公司，什么名字呀？宫外运。哎嗨，这名字起的太差了。谦儿找人家去了啊，跟您谈谈我这个戏啊。您给钱。大老板，哦，来，好，来，快来，哦，来坐下，先泡泡脚。什么就泡脚？人家有小池子，哦，池子里各种小鱼儿。你瞧，俩人脱了鞋，脱了袜，坐着泡脚。是，这鱼游过来，吃脚上死皮啊。现在专有那个，里边聊着，一边说着剧本，堂一书，是打动这个投资方了。哦，他感动了，多少钱都是我投。哦，答应。给你看看存折，哟，这个你看这个1亿8千万，好，你看这个啊3亿5千万，真有钱，这都存在儿童银行的。哎，这么蒙我呀？擦擦脚，吃饭。哦，这真擦脚，俩人坐这儿吃饭，倒上杯红酒，正开始吃。菜上来了，什么菜呀？红烧小鱼儿。哦，一条都没剩啊！我们爱吃，那是吃了3钟头，好，越说越开心。吃饱喝足了。是，谦儿说：“咱们再泡会儿脚吧。”对呀。投资方看看他，泡脚可以，是鱼可没了啊！啊，鱼呢？刚才吃那就是啊。好家伙，我说那么好吃呢。那都不重要，这还有什么重要的？事儿都定下来了啊！接下来要找女1号和男1号。对了，主演要是必须找这个女1号，其实不是让人很满意。哟，怎么不满意？是一个车模。那还不满意？车模多漂亮啊！叉车的车模。叉车还弄什么车模啊？叉车车展的车模得跟叉车的气质差不多。啊，这也随。这姑娘哪儿都好，就是有点罗圈腿。嗨，那也不算包贬。有点罗圈腿，有点不怕，有一点，有点多点啊。反正穿上旗袍啊，腿在外头。哎呵，我的妈呀，坛子成精了，这是。反正这姑娘要是背上发动机，就是个汽车。好家伙，这坐着轱辘来的啊，有点小毛病。这还小毛病呢？脸还挺好的。哦，他这个脸要是整容去，有2块钱就够。那都不用费多大劲。坐公共汽车去，1块钱到那儿，大夫说弄不了，1块钱回来了。哎，这2块钱也白费了。别的女孩是笑起来好看，那他呢？看起来很好笑，也差不了多少，但气质很好，还有气质呢。一张嘴一嘴的这个港台腔。哦，这很洋气啊！哇，谢谢于老师，你瞧，谢谢你用我来拍你的戏，好开心。这个味道啊，你真的是很棒的哦。他们好多人都认为我很科惨啊。什么？其实他们就是在埋汰我哦。我真的好想削他们哟。这是港台腔吗？让他们滚犊子哦。哎呀嗨，这一嘴东北词儿哪有港台腔？挺好啊，女1号定下来了。哦，谦儿说：“别落我手里，干嘛呀？早晚我要潜规则你。”就这坛子呀？谦儿心说：“我还没玩过独轮车呢。”哎呀呵，
哎呀，这叫小车不倒，只管推。错不了。嗯，这车来了不就是？没听说过女一号有了，啊，还差一男一号，男一号也得找啊，朋友给推荐了，找一谁呀？有一在家闲着的男一号，怎么还闲着呢？对艺术要求很高，哦，一般的剧本他不接不轻易接活。啊。有40来年没拍戏了。那就没拍过戏吧？嗯，曾经获得了那个金烧鸡奖的提名。烧鸡呀！嗯，在家待着正没事儿，搬了一箱啤酒来。哦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数啊一箱吗？ ，24瓶。对了，我今天的工作就是要把这24瓶啤酒全喝掉。拿喝酒当事儿干了电话响了，啊！一听于老师我打的。找我拍戏，哦，我这男一号乐啊，是吧？太开心了，嘿，哭嚓就坐在啤酒箱子上了，你瞧瞧，太兴奋了。嗯，赶紧站起来了。嗯，一回头，怎么样？端一瓶啤酒，也甭找了，怎么喝都是喝。上医院一检查吧，大夫说脑震荡，好家伙，还炸了！你这玩意儿，可能是大瓶儿的我去，别比划了。啊，喝啤酒伤了前列腺。好嘛，哎呀，去不了了，去不了找别那人吧住院呗啊！啊，就是怎么办呢？于老师乐了，怎么？我自己来吧，我要演，我终于跟独轮车有对手戏了。哎嗨，那不管用，择良辰选吉日，今天开机，这就开始各部门都准备好了。哦。于老师来了，怎么样？这场戏是王子和公主的爱情戏，还挺浪漫。要求婚呢。好啊，哎呀，于老师站在这边，是这边是公主。啊，你先起来，对，就别带素着了。我是王子。哦，于老师台词过关，是吧？清楚，我是王子，告诉他。我的名字叫嗯独咕咕嘟咕噜犊子。你瞧我这名字，然后这儿也得说话，是站起来说行吗？这是公主啊，那可不是公主吗？公主叫角色吗希勒玛雅伊斯拉巴汗。什么名字？这都是亲爱的公主，哦，想我咕嘟咕咕嘟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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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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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了行了，我很爱你，是啊，我要娶你，嚯，我跟你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好啊，公主说我不相信，为什么？你要骗我怎么办？这怎么能够？王子说我不会骗你，对，骗你会变大象。嗯我爸爸告诉我了，大着皮我去你的吧！老这么客气，我就不好意思啊。每次来演出，临走时都拉一车东西回家啊。是啊，有的时候偶尔带的东西少，嗯，回家我媳妇都问我，你是不是真演出去了啊？哎呵，所以我就建议吧哈，你们习惯，凡是买东西的坚持啊，哎，对，省得回家也说，不要连累我啊。行了，照完快回去吧啊。好，谢谢啊。哎呀，那俩男的讨厌了。嗨，不让男的照是吗？谢谢啊。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哎，都是您各位支持捧着我们。对，在中国相声界，比郭德纲强的，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。就是哪儿有啊？会有的，会有的，会有的，会有的啊。我是一个小学生的心态站在舞台上。在相声的舞台上，郭德纲只占20%，那80%，于老师和他的家人，就指着他们活着呢，合着也真有人指责过我，怎么说呀？为什么郭德纲你在台上老得说人家于老师的父亲呐、太太呀、孩子呀？为什么？你这样做很不道德。哦，其实我真的很无奈。怎么呢？因为什么呢？相声这门艺术跟其他的不一样，区别有一种表演就是才艺展示类的。哦，学唱京剧、评剧、梆子、大鼓、唱歌、跳舞，是，这叫才艺展示。哦，除去这类的作品之外，剩下的就是我们两个人讲故事。就说件事儿，讲故事就要涉及到主人公。对呀。第一种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。哦。第二种就是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。2种。第三种就是我们两个之外的故事。也就这3种了。
你说谁？那就是说我。我不能说观众啊，哦，不能说观众啊。嗯，哎呀，今天说一个事儿啊，你看那边那观众了吗？就是他哦，啊，他们家的事儿，当，我这一说打起来了，那这非打起来不可。不能说观众。哎呀，这个事儿就发生在咱门口西直门桥那儿，有一个保安，我车走到那儿，人拦住我，你下来咱聊聊。哎，好家伙，全听见了，合着。一定得说跟我们两个有关系的人呢，对，还不能支得太远。哦，哎呀，这个故事发生在山西太原什么什么街哪个胡同哪个小区202赵大爷。哟，我们俩成外行了，这就不对了。一句话就得让你相信。哎呀，于谦他叔叔怎么样？嗯，你脑子里马上想象，哦，他叔叔。嗯，我们要求的是快，让您进到故事当中来。对，必须快。这是假的呀。嗯，时间、场合、地点、人物、矛盾、冲突、喜剧，都是我一张口说出来的。对呀。其他的艺术形式简单，因为它什么都有。电影这儿有一冰箱，一定有一冰箱。嗯，电影里边拿手一指，这儿有一冰箱，你能把电影院砸了，这没有道具了呢。那叫诈骗。唯独我们这儿有一冰箱，你一定还得相信这是冰箱。是，这是假的呀。我小的时候说相声，我是捧哏出身。哦，也站这位置。我在桌子里边站了10年。哦，不短。外边走马灯一样换逗哏演员。谁站这儿谁说我。哦，也说。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？哦，郭德纲他媳妇儿怎么着？人家说了我10年，没有办法。应的这个活儿，挣的这份钱，就是这角色，这是假的呀。你看个电影，这管这叫爸爸，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？哦，电视剧这当一枪那死那儿，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？话剧舞台俩人搂一块儿睡觉，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？怎么到我们这儿都是真的呢？就是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？嗨，一说一乐的事情，假的。在我们的嘴里边有把门的。对，我们知道该说什么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话到舌尖留半句。这对。相声啊，它谈不到是庙堂文化，就是老百姓的开心果，聊天儿能让您各位高高兴兴、开开心心3、5个钟头，您乐了，我就觉得好开心。是，而且于老师这是为了艺术做出了贡献。你看，说的我还挺自豪，你知道吗？一上场那么多的姑娘拿着吃的喝的花都给您，这不就说明观众爱您吗？这大伙儿抬爱，我一眼就看出来，一眼我就瞧出这些个女观众那个心情，他们怎么想？她恨不得嫁给于老师，嗨，给郭德纲生孩子。哎，那咱们仨就好好过呗。啊，天涯晴雪多少爱，江湖夜雨是非愁。哦，干这行最简单，但干这行是最难的，就真不容易啊！面对观众，老是一颗感恩的心，这必须的。每一张票都得对得起您。是啊，怎么能让相声说好啊？天天发愁。哦，仗着有于老师帮助我。哟，您客气。啊，真嗨，我跟您，我说实在的，我也没拿您当那个正常，当一个当一好人，当一个没拿您当那些普通的说相声。这是吗？啊，是哦，在我心中，于老师，哎啊，就是这份儿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不是这怎么到底是什么呢？就说好啊，好，您再把手露出来，好，这露出来就露馅儿了。哎，好，指不定怎么比划的呢。于老师在我心中这份儿可好。说一个不合适的比喻吧。哦，您试着说一下。他，倒退10几年前、20几年前，有一种新兴的娱乐形式，叫洗头房。这个怎么了？已经被取缔了。啊，现在没有了，没有了啊！20年前，街上有那种里边点一小粉灯，哦，屋里边坐着一大姐姐，大姐姐，她说她是美容美发的。是啊，你把她那屋拆了，把地再挖干净了，也找不出一把梳子来。哦，那个地方，咱说句难听的话啊，很多相声演员去过，这不少啊。但是，于老师没去过。哦，你说这个是，我倒不去那地方。打那门口一过，他都不知这屋干嘛的，不懂啊啊，走过去了。我回来吧。
我为什么路过这门口走的那么慢呢？我这姿势走过去，买了张报纸啊，把手别就翻着那个，就不用把手不用。非得屋里的大姐喊他哦，叫我敲玻璃，敲这玻璃，玩会儿嘛。嚯，好家伙，这谁玩谁呀？这个怎么那么粗的声啊？这个能把他吓一跳。那是啊，我行了，别，我吓一跳，我什么？我要现行啊？是怎么着？愣了，啊，把手放下，拿着报纸呢，这老拿一报纸干嘛呀？愣了，啊，多少钱？就别问价儿了，我不进去，我问什么价儿啊？没进去过，哦，君子对，那不进那地方。啊。哦，话不能说太绝对了。怎么？还有一个说相声的没有去过，哦，还有这么正人君子的？那个人叫孙越，哦，孙越也不去这种场合。跟岳云鹏说相声的那个胖子是，500斤吧得有。啊，对，这个桌子挡不住他，这太宽。他那裤衩脱下来不穿上，你不知道干什么用的。嗨，没型儿那个。绣上花就是个桌围子。哎呀，太费料子了。坐飞机得买2张票您听听， ，2张都得靠窗户。哦，那就把人过道都堵上了。这个胖子没有去过洗头房，啊，他也是正直。进不去，嗨，门窄合着是。太胖了啊！所以说，于老师在我心中这份儿哦，好，正人君子，您太捧我了，真的这是实话啊，不敢当。重感情，那倒应该。重感情。是， 6岁嗯，就爱上了他的表妹。爱上我的表妹，我爱你，我要跟你结婚。不懂事儿。表妹叫绿茶，哦，绿茶婊啊！您别来这套啊，这词儿我们懂。这小名叫绿茶，没有这名儿，绿茶不可以啊，表哥，我不可以嫁给你啊。小孩懂。我长大之后是要嫁给王子的，哎，怎么就非得嫁给王子呢？因为我吃饭用筷子拿得远。这代表什么呀？这个老太太们净爱说这个，有假吗？吃饭拿筷子拿得近，哦嫁的就近；哦，拿得远，嫁的就远。对，有这么个老假。我以后要嫁给王子的，哦，这就假王子。我的王子叫独咕咕嘟咕噜嘟我这嗨，还是我那个，你跟他说。啊！嗯，我嫁给王子，嗯小孩瞎说呗可不吗？啊！嗯，越用越远，那么长快。后来2根筷子接在一块儿。嚯，长大之后果然嫁给王子了。嫁给炸油条的了哎嗨，这也就炸油条用这么长筷子。啊！这小时候，嗯，有一点于老师值得表扬，又有什么呀？在他结婚之前只交往过1个女朋友，你这就很正常嘛。那个女孩我还见过，这是，小名叫彪子。哎，我女朋友小名叫彪子。嗯，还小名叫彪，昵称昵称啊叫彪彪，大名叫王钢铁。嚯，好家伙，指不定多硬气呢。长得很好看，有特点那是是吧？往哪儿一坐帅。啊，起来吧，这离叉车远点儿啊。花前月下，卿卿我我。交朋友嘛，没事儿干的时候，谦儿带着彪子啊，就别提彪子了，找一个卖果汁的地方，就是水吧。俩人一人拿着一杯奶茶，喝奶茶，黑珍珠奶茶，那时候正兴这个。一人一大杯，嗯上面有一吸管，对，对脸这么坐着，看俩人，叼这吸管，哎呦，我们这是喝呢，是吹呢，搁这儿开心嘛？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就玩这奶茶，吹出哨来了是怎么？这一玩呛着了，哟，大粒儿的黑珍珠啊，顺着彪子这鼻子眼儿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哎呦，这鼻子眼儿得多大呀？这个，满桌面都是，哎呀，把谦儿乐坏了。那还不乐？可乐，别吃啊！不行了，哎呀呵，行了，我倒不浪费这个是吗？多恶心啊！开心呐！
怎么就开心了呢？两情若在长久时，啊又岂在猪猪肉肉？哎嗨，那叫朝朝暮暮高兴，啊！彪子拢拢自己头发，哦，谦儿，嗯，待我长发及腰。哦，这句话怎么意思？好多人说呀，这2年网上有，这2年你才看见。哦， 18年前于谦儿就玩过这个。我们早就说这个，彪子说待我长发及腰，这我得往后接。谦儿乐了，我说什么？拉屎要撩。哎嗨，哎呀，我这太水了这词儿啊！彪子不满意，当然不满意。站起来了，嗯，夺门而出。人家跑了，谦儿赶紧追呀、追他回来呀、把门又夺回来。不，这彪子抱着门跑的，合着这得多大劲儿啊！这我追门去了，这是很好，还好呢，这是于老师生命中的一个过客赶紧过去吧。啊。啊，接了过客之后，我接客去了是怎么？什么叫接了过客呀？过客也是客呀嘛，是吧？我就行了送走了过客之后，啊。遇见了谦儿嫂。哦，就我媳妇儿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事，莫错过姻缘。这是老话儿，两个人结婚了，是是，恩恩爱爱，卿卿我我。我们真挺好的。那个对联就说你们两个人，哪个对联儿？今天好比7月7，旁边呢？隼鸟配了外国鸡，哎，这什么对联儿？这是？天上金童配玉女，哎，这下联儿唱地上瘸驴配破驹。哎，还有半句啊，什么就是想不起来了，你不用说了。要说您二位般配。哎，这行刚才在后台演出的时候要换裤子，啊。于老师脱了自己的裤子要换演出的服装。哦，我一看我就感动了，怎么感动？人家两口子穿的是情侣裤衩儿。是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。哎哎，不是，你快就别比划了。你怎么知道是情侣裤衩儿？啊，哎，行，别想啊，别装着玩儿。我是听高峰说的，哎呦，好家伙，合着就满我一人呢。这不是就说这个意思。啊，人两口子真好。反正我们有基础。这么些年来，我跟于老师没有抬杠拌嘴，都是因为嫂子劝我们俩。没红过脸，有一回抬杠拌嘴，有一回，有过吗？有一年我们俩走的那个王府井，哎呦，那多热闹的地方啊！一边走一边探讨一个相声作品。啊，因为艺术。我说这个节目就应该像是穿衣服一样，怎么讲？一层一层的把它弄起来。哦，谦儿说不对，我的意思要像脱衣服，怎么说？一层一层的把它脱开，哦，像穿衣服，嗯，像脱衣服。这就拌嘴了。我不理解，是，我脱给你看。我一丝不挂呀，我对艺术太执着了。仗着天气还不错6月3伏，39的第2天，好家伙，冬天呐！王府井人山人海呀。是啊，这边旅游的大车又来了10辆，哎呦，下来无数的人呐。是吗？导游举着黄旗儿啊，各位开眼的上这边来。哎，好家伙，消息传的还真快。把我臊的你干嘛了？太丢人了，怎么办啊？抱着于老师的衣服就走了。哎，你呀，太缺德了，那叫。于老师，咳嗽、感冒、发烧、肺炎，住医院了。那还不住院嫂子给我打电话，是吧？你缺德不缺德呀？是该批评你把他衣服抱走了啊！啊！就是，他都住医院了，真是。你上家来一趟。这时候上家来一趟，我要在医院。批评我，哦去吧。啊，到这儿了，一砸门，是听里边声音就是嫂子来开门了。怎么知道的呢？他一边走一边还唱着歌呢。啊，对他爱唱，哎，就穿上。什么呀？就毛裤都脱了，你开门啊，进来。哦这儿才进来了。是，嫂子好，嗯，他可住院了，多新鲜。肺炎，你说怎么办？是没事，嫂子，啊，八宝山咱有朋友，哎啊，刚肺炎就往八宝山送啊！他要是能自个儿走着去呢，咱们还省点车钱。好家伙，你憋着让我走炉子里去是吗？嫂子说：“你这人真缺德，不是吗你？知道吗？啊吃饭了吗？嗯，我说还没呢。等着，我给你包饺子，什么就吃饺子了？好吃啊，不如饺子。好玩啊，怎么着？
可不如包饺子。您别这儿胡说八道，你们俩不能吵架，这对了，要好好的说相声。这才对又吵起了电话来，啊！谦儿啊，怎么着？我刚批评了德刚啊，是吗？你以后也要好好的，听见了没有啊？我怎么了？你要是再这么任性的话，以后你别回家来了。挂电话了，哦解释给我看，让我知道好歹。哦，电话那头于谦儿很生气哟，我啊，你这事儿闹得感冒病了，还说我这我本来就冤呢。不回家啊，在医院住了1个月，就赖在医院了。好了也不回家，就这个人小心眼儿怄气。我这是小心眼儿吗？本来就是。后来大夫说：“您快走吧，差不多没事儿，您这哪能跟我们这儿住着？您赶紧走吧。”轰回去了。给轰回来，轰回来不回家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找地儿喝酒去，我出去耍去了。喝酒去。哦，吨，真喝。哎嗨，我老怎么带着嗝儿出来呢？抽烟。多少年都这么抽。好家伙，就跟外边啊打医院出来是上午10点半，是，一直喝到夜里11点多，好家伙，在外边晃晃悠悠的半天多。啊。走，我不回家了，哦，我决定要学坏。我怎么叫学坏呀？那个哪里还有那个粉颜色小灯的那个地方？好家伙，我想起这个来了，早没有了，就取缔了。那都20年前的东西了。是啊，不行，我一定要去，我得我要潇洒走一回啊，要不太对不起我自己了。我去一次走到黑灯眼小胡同啊。这儿站着一大姐，哟，谦儿过去了，是啊。无师。